马老师为什么没有闪？我大意了啊，没有闪。不是他大意了，是他的潜意识大意了。年轻人，看到那个赞了吗？点他就完事儿了。嗨，你好，我是玲玲。今天的内容来自这本书《潜意识》。这本书非常通俗易懂地解释了什么是潜意识，以及它是如何影响我们行为的。看来是有备而来。心理学家威廉·卡彭特在他的专著《神经心理学原理》中写道：我们的大脑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精神活动，一个是意识，一个是潜意识。它们就像是平行行驶的两列火车，但与其说是火车，不如说是两套系统。各自运行，但又相互影响。我举个例子，当我们一边看手机一边走路的时候，我们的意识用在了手机上，而我们的潜意识同时接受着各种外部的信息，来感知危险，在关键时刻让你的意识能察觉到，避免你撞上谁。当然，潜意识也会有不好使的时候，所以潜意识才是所有脊椎动物大脑的标配，而意识更像是一个附加功能。潜意识平常都在干什么呢？我问几个问题，大家可以弹幕回答。你现在在哪里？不方便的话也可以不说。你现在周围应该有很多声音，人声、环境音，你自己的呼吸声，或者是鼻炎。但是你为什么能清楚地听见我讲话呢？其他声音呢？是不是像被屏蔽了一样？你还记得你昨天早上吃了什么吗？你刚刚有没有闪？我们的大脑每秒钟都在接受着巨量的信息，我们的生理感知、记忆，每天做出的决定、判断，看起来毫不费力，都是潜意识在不停地处理它们。什么打工人？我已是打工魂。而我们认知的世界是已经被潜意识处理过的世界，你和我看到的世界很可能不太一样。比如我们的视觉，视觉太重要了，它关乎生命安全。大脑1/3的工作都在处理视觉信息。当你看到这个黄色物体的时候，图像信息沿视神经由眼传递到大脑，从波长中解译颜色、它的轮廓、动作和距离，确认它的脸型，判断出它的身份。消化完这些所有的信息之后，潜意识会提交一份报告给你的意识。这是一只软软的皮卡丘。如果没有潜意识帮忙，你看到的可能只是一堆色块，你是不会有这是一只皮卡丘的认识的。而潜意识的运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就是盲视。书中讲了一个视觉皮层受损的病人的例子。视觉皮层是指大脑皮层主要负责处理视觉信息的部分，位于大脑后部的枕叶。这里有一个叫 TN 的病人，因为中风 ，TN 枕叶的视觉区域完全失去功能。简单来说就是他的眼睛没有坏，但是大脑处理视觉信号的功能坏了。但是科学家给他看人脸图，让 TN 去分辨他们的表情，在2/3的情况下 TN 都答对了。其实我们大脑有一个缩状回面孔区域，是负责处理脸部信息的，这部分是潜意识掌管的，它依旧在接收着图像信息，并且传递给意识，只是 TN 自己感觉不到。还有就是让 TN 在没有拐杖的情况下穿过一条走廊，它居然可以安全地避开障碍物。所以也有一种猜想，就是视觉是一种信息多途径穿行的，这些途径可能是有意识的，也可能是潜意识的。我们的潜意识不但会翻译这些信息，还会主动修正它们，是真正的脑补。比如你其实每秒钟都能看见你鼻子的一部分，你是不是在看了？但是潜意识会让我们自动忽视它。还有就是我们的呼吸以及眼睛周围的肌肉其实是在不停的运动的，我们看到的图像应该是有颤动的，但是你感觉不到它在动。再比如你看到镜子里的你和照片里的你，我是指原图啊，你觉得哪个更像你？镜子里的自己依旧是经过潜意识处理过的自己，而照片反映的可能才是客观事实。它记录的细节太丰富了，以至于一切瑕疵都让人无法忽视。我们看到的图像是经过除颤、PS 以及美颜之后的图像。我们的听觉也会有一个类似的过程，比如去噪啊、去环境音啊，会自动脑补没有听到或者是没有听清楚的词汇啊等等。所以我们感知的世界是被潜意识处理过的，也存在着真实数据的世界。除了感官认知，潜意识还会影响我们的记忆。我们的记忆是会出错的。同一个故事传100啊，不用传10个人之后，这个故事可能完全就变样了。我劝这位年轻人好自为之。记忆错误有一个共同的原因，就是大脑会填补我们空缺的那部分记忆。为了让这件事情说得通，我们会通过不自觉的捏造事实来填补细节，而在一次次的回忆之后，会加固记忆，最终会让自己相信这就是事实。这好吗？这不好。那如果我们的潜意识不起作用了呢？书中举了一个记忆表演家的例子，这个人可以记住生活中的每一件事、每一个细节，还有人脸，他可以一字不差地重复你说过的话，但是却不能理解你要表达的意思。
也就是说，在这些信息里面，它挑不出重点。我们可以用简短的话来概括我们今天做了什么，但是一些细节，比方说我今天上厕所用了几张纸，这种事可能就不会被记得，会自动删掉。而这个记忆表演家的世界，是真的像电脑一样存储着所有信息，它缺乏遗忘不相关的记忆的能力。你们可以想象一下，这是一种什么感受吗？我再问大家一个问题，你们在做选择的时候，是用直觉来判断多一些呢，还是深思熟虑之后再做决定的多一些？请把你们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我们的感知和记忆都是潜意识处理之后的结果，那我们的选择呢？我们的选择还能叫做有意识的选择吗？我个人是比较相信直觉的，它不一定次次都准，但是它用起来快啊。你可以很快的对一个人、一样物品下一个初步的判断，比方说这个人靠不靠谱，这样东西是不是我想要的。以下是几个潜意识会影响我们做决策的重要因素，它们已经被广泛的用于商业。第一个就是潜意识里人们会更偏爱与自己有相同特征的东西，比方说我们容易被相似的人吸引啊。第二个就是流畅度效应。人们在选择一只股票的时候，会不自觉的去选择那些念起来比较顺口的股票。这让我想起一件事，就是一些父母给孩子取名的时候，会在里面加那种罕见字，可能是为了体现很有文化的样子。但这个行为真的对孩子有好处吗？这个字我不认识，懒得去查了，这个人就跳过吧。第三个就是研究人员做了一组实验，当参与者不知道葡萄酒价格的时候，再去品尝葡萄酒，那么它们的味道和它们的价格关联会比较小。但是先让他们知道葡萄酒的价格，然后再去尝味道的时候，会觉得更贵的更好喝，但其实是2杯一样的酒。虽然大部分参与者不太愿意承认他们有被价格影响，但是在他们的潜意识里，价格是有让他们快乐的价值的，只不过他们察觉不到。还有产品包装、播放的背景音乐、气味，都能通过潜意识来影响我们对他们的喜好。在我们专注做某一件事情的时候，意识在高速运作，而潜意识一直在接收着外部的信息，预判危险以及及时提醒我们。它一直以一种悄无声息的状态运行着，保护着我们。而我们在做决定的时候，也在悄无声息的状态受着它的影响，只是我们察觉不到。以上就是今天的内容，如果你喜欢内容的话，求关注、求点赞、求转发，请你和我一起保持好奇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。